大家好，我是罗宾，欢迎来到罗宾水族。孔雀鱼是水族馆最常见的鱼种之一，在各大水族馆，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孔雀鱼。你知道孔雀鱼它到底是怎么繁殖出来的吗？我们今天来到孔雀鱼坊的种鱼繁殖中心，这边到底有哪些珍贵的孔雀鱼？还有，我们待会要来访问一个特别嘉宾，了解一下孔雀鱼到底该如何的来挑选，以及如何的培育呢？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好了，我们来到了孔雀鱼坊的这个孔雀鱼的种源中心哦。那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下台湾孔雀鱼推广协会理事长曾煌杰阿杰。那我们请阿杰跟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我叫阿杰。我们就请阿杰来介绍一下孔雀鱼的种源中心。阿杰，你这边种源中心这边有多少缸啊？我这边有规划390缸孔雀鱼繁殖缸，这么多？我觉得太少了，太少了，希望未来能多一点。多一点是不是？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孔雀鱼是在各大水族馆很常见的鱼种啊。我是一个刚入门的新手，对于这个孔雀鱼啊，你会觉得是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孔雀鱼？我是觉得说孔雀鱼算是我们大家刚接触水族最容易碰触到的一个鱼种。那我们今天孔雀鱼坊这个种源中心主要是培育纯种的孔雀鱼。那纯种孔雀鱼跟一般外面看到的孔雀鱼有什么不同呢？主要就跟我们狗一样嘛，有些狗我们会觉得它米克斯很可爱，但是有的人喜欢买一些名犬，譬如说黄金猎犬、杜宾狗或者是博美。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养这种珍贵的狗种呢？因为主要是它就是呈现出来的美丽跟米克斯就是略有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养孔雀鱼是一样，我们都是养比较有血统的孔雀鱼。那它一样跟一般的孔雀鱼一样好养，只是说它有血统。那我们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它的稳定度，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么多品种这样子。下一个问题，水族馆通常都会建议新手从孔雀鱼开始入门。那孔雀鱼真的这么好养吗？孔雀鱼基本上养法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它也没有存在什么不好养的问题，除非说你接收到不对的资讯。那今天我们台湾孔雀鱼推广协会的使命就是希望将这些美丽的孔雀鱼呈现在社会大众眼中，所以我们才会举办很多比赛，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这个鱼种。好，另外一个问题，孔雀鱼的品系这么多，我该如何入门呢？那孔雀鱼的品种有很多，那我觉得说养任何的生物，第一个一定要看顺眼。像有的人喜欢素雅，他喜欢纯粹的白，或者是纯粹的黑，那或是纯粹的红，那或者是有的人喜欢女孩子喜欢豹纹啊，喜欢有纹路的啊，那喜欢尾巴就是乱七八糟很特异的啊。所以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我建议刚入门孔雀鱼，第一个要选择自己看上眼的，跟我们找伴侣一样。OK， 好，我了解了。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是不是一开始就先玩有品系的？我认为花一样的时间为什么不花时间在养一些养起来会有成就感，而且以后你要送礼给你的朋友也会有价值性的鱼种？那养法既然一样，只要说我们不要超出我们的预算太多，我觉得现在孔雀鱼都蛮平价的，一对几百块都能上手，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尝试看看。那我们协会有提供专业的辅导，如果你养不起来，我们可以带你走捷径，让你减少损伤这样子。是那我们协会的联络方式，我会放在那个影片的底下资讯栏，大家假如说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底下的资讯栏去做连结。好，另外一个我帮大家问，就是我在水族新手的时候常常遇到的问题，孔雀鱼到底在饲养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设备，还有工具，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这个我相信是很多人
很疑惑，然后也最想知道的，来，请阿杰帮我们解释一下。我觉得孔雀鱼算是一种便宜易上手的鱼种，主要是因为它只要简单的设备，你只要有一个装水的容器就可以养。你常常看人家养在户外那种莲花池上面，孔雀鱼也是能养。但是唯一为什么说会花钱，就是说你可能要提供它一个过滤的设备，让你的水质长期可以保持清澈。那这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减去很多你管理的麻烦？那像我们现在冬天快到了嘛，假设你有装置一个恒温的设备，那你的孔雀鱼也不会因为温差的问题导致它生病，还是说它不舒服这样子。我是觉得啦，孔雀鱼的设备应该1000块以内，有灯具、有鱼缸，那有过滤设备都能够搞定。相信对大家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因为它可以达到我们平常跟小孩子的互动，那可以疗愈心灵。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应该是蛮值得的。OK， 谢谢。那这样看来，1000块，1000块就可以入门了，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只要是你有存零用钱的学生，也是可以达到这个门槛，就直接就进入了。那这样看来的话，孔雀鱼最适合入门新手来饲养的鱼种之一。对啊，这毋庸置疑的啊，孔雀鱼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接触水族的第一个入门的鱼种。OK， 好，谢谢。那我们换下一个问题。新手养孔雀鱼也能像我们这个种源中心这样可以大量繁殖吗？孔雀鱼它最麻烦的就是太会生，所以我们种源中心做的最繁重的工作叫做育种。我们要花很多心思在品种的管理，以免它越生越丑。那我们要花很多心思把不对的鱼种筛选掉，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怕孔雀鱼很贵，其实我们常常在筛选鱼，那我们有很多过程的鱼，那都会用很优惠的价格卖给各位初学者。对，好，那相信听完阿杰的解说之后，你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因为孔雀鱼它有另外一个别称百万鱼，来帮阿杰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百万鱼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太会生了，它平均1个月会生产1次。那随着它的年纪越生越多，而且它公鱼只要受精1次，它就能够除精在母鱼的卵巢里面，所以它会自动生很多次。是，所以百万鱼的名称就是说它非常容易繁殖，那可以繁衍很多的后代这样子。那请问阿杰会给这些想要入门孔雀鱼的新手们有什么建议呢？我觉得培养任何兴趣，第一个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条件。譬如说你是学生，可能你没有太多的经济能力，那你千万不要为了养这个鱼，然后跟爸爸妈妈吵闹这样子。应该是说先评估你的经济能力，或者是说你管理的时间有多少，然后再开始来入门。那入门的话，不要说一昧的追求说价值很高、很漂亮的鱼，因为可能你是刚初学，不见得第一次能够养成功。那你要记住，这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相信你如果要接触这个孔雀鱼，你只要找到我们台湾孔雀鱼推广协会的人员，由我们来替你解说怎么样开始的话，你相信可以减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觉得说评估自身的能力是第一个要素，再来就是说用没压力的方式来养这个孔雀鱼，因为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才养得久。那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你的负担。假设你就是很忙，那你千万不要贪多，你要养一大堆，那到最后不知道是你在玩鱼还是被鱼玩，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像我们现在养那么多竿，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被鱼玩，但是后来想想说，为了这个台湾孔雀鱼的种源库的梦想，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子。OK， 好，谢谢。那我假如说看的那个官网还是不了解，有哪里有实体，还是说可以让我一次可以饱览这些有品系的孔雀鱼呢？那欢迎有在罗宾水族订阅的用户们来预约来这边参观。
欢迎大家来看，因为我们主要是推广孔雀鱼嘛，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拨时间来这边了解，来这边看。那恰巧我们这周的礼拜六，我们举办了一个世界孔雀鱼竞美大赛，在我们台北地下街1号广场，也就是 Y28 路口那边，您可以来这边先了解一下，哇，我们台湾的孔雀鱼大家养的程度是到哪边？那了解之后，真正喜欢它，那我们就可以来花心思准备怎么开始饲养它。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OK， 好，我们谢谢阿杰。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一次竞美大赛啊，会有哪些品系会出现在现场的？那基本上我们的比赛是分18种组别，那比较常见的就是礼服组、朝尾组、马赛克组、双剑组、剑尾组，然后还有圆尾组、那冠尾组、特殊尾型组。其实组别有蛮多的，那我们甚至连那个亚成鱼、幼鱼组都有在比。也就是说，你只要喜欢孔雀鱼，你愿意养鱼来比赛，都欢迎参加我们的比赛。那有时候比赛也不见得要怎么样，主要是享受那个参赛的过程。那你透由这个比赛的过程，你可以学习到你自己的鱼跟人家养的有什么不一样，可以增加你的视野。这样子。假如我是一个孔雀鱼的入门者，那我去看了这个比赛，说实在，鱼都很漂亮，可是我会觉得好像看起来跟水族馆那种便宜的鱼，我不知道说两个的差距价值上面到底差在哪边。其实看过我们的比赛都知道，这很多基本上是在水族馆看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抓来比赛，第一个要付报名费，第一个他对自己一定要非常有自信，才愿意付这个钱。那付这个钱把鱼抓来这边展示给大家看，大家还不来看，那真的就是太可惜了。因为其实这种机会不是常常会有。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的问题，我们比赛真的是延宕到10月份才开始办，不然普通我们每年会举办2至3场。那今年刚好看疫情比较舒缓，趁这个机会赶快办今年的唯一一场，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会非常的可惜。基本上我们10月24礼拜六那天就是让参赛者来报名，所以那天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是用在评审的评判中，所以那一天比较不建议各位来看。那建议各位来看就是10月25号礼拜天的那一天，那各位可以选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区段来看，因为这个区段是我们直接开放给各位来看，比较没有管制。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次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要自备口罩。那我们在入口处可能会设置额温枪，替各位来做个检查，这样子。希望各位就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这样。OK， 好，我们谢谢阿杰，那我们就相约在台北地下街那一天相见喽。那阿杰最后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感谢大家喜欢孔雀鱼，希望能够因为孔雀鱼让我们结缘。好，那我们谢谢阿杰接受我们的访问，罗宾水族，下回再见，拜拜。用自然的方式来呈现一下整个，我被攻上。好，没关系啊，我们就自然的来介绍罗宾水。好，我们谢谢各位。对。